大家好，我们是云游兄弟，已经忙完回来了，非常抱歉呀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昨晚我跟我哥到了陕西之后，连夜赶到了这个院子里面，就这个小院。呀，这嘴还是有点瓢啊。昨晚就在小院住下了，这山里还是非常的冷的，因为是晚上赶来的嘛，天是比较黑的。我哥也没告诉我，我们的院子后面距离大概有100米之内还有个火车道嘞。呜呼，火车来了！这个火车就在小院的后方，一天要跑好多趟的，而且每次到了这里之后都要按一下喇叭。哎，虎子，看一下虎子，哟，跑偏了。现在我们去小院，下面就是小院子了。虎子过来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路，山间小路，特别有感觉。看一下虎子这个尾巴，已经染了一下。你看我这个发色，我跟我哥还有虎子都染了，因为从头再来嘛。这个发色是红色嘛，浅红色，代表的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。对，我们还添加了一个新的成员。一只小橘猫，下面那边有条渭河，晚一些带大家过去看一下。没事也可以钓鱼。哎呦，还是有些滑的，刚下完雨。这边就小院子了。我记得除了朋友，我还做过你的叔父，你总喜欢跟在后面。只是为了那一个冬天。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，后来战争爆发，一场战争后就再也没有。大家觉得这个院子怎么样？左边是大山，拍一下；右边呢是大河，现在拍不到。我们呢就在中间。今天呢，我在这个四周转了一下，还是非常满意的。虎子，过来。回院子，现在带大家去院子看一下。还有这边呢，是不是种了好多花椒树嘛？这个地呢也是归我们使用的，暂时还不知道怎么用呢。这个小路啊，就这么宽，这个路是我们进院子的主路。将来呢，这个地面还是要给它就是改善一下的。里面呢还种了一些菜呢，将来也是要规划一下。反正整体都要规划吧。虎子，这铁门将来也要换一下。虎子进来。进了门之后呢，来哥后退。虎子的小家，虎子以后就在这儿看门了，当守护神了。这边呢还有一个鱼池呢，我看了一下，里面还是有鱼的。有多少鱼我就不知道了。本来我想着拿着鱼竿给小猫钓只鱼吃呢，没钓出来。这水也是非常绿啊，应该好久没换了。等哪天天气好了，把这个水给换一下。我们将来去钓鱼了，也可以放到这里面，想吃了就可以随时抓嘛。然后呢，看一下这两边的菜地，这是原主人家留下来的菜地，他们没有在这边住，但是呢，会经常来这边种菜。也告诉我们这个菜我们想吃的话随便摘。对，现在这些菜属于我们的了。这边还有2个礼炮呢，昨天晚上我们放的，因为这边太久没有住人了嘛，就冲一冲，喜庆。看一下这边一共是5个房间，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土房，一共是加上这个土房是6间，那边还有一个卫生间，还有一个仓库。然后呢，地方是特别的大的，就看我们怎么发挥了吧，怎么利用。看一下这边的沙发、桌子，这些就是我们能用的话我们就用，不能用的话就给它处理了。昨天晚上呢，我们2个住的帐篷，2个帐篷，一人1个。为什么没住房间呢？因为房间里面有一股发霉的味道，太呛了，根本待不住。
潮到那种墙皮啊都脱落了。等会儿带大家看一下。还有就是里面有一些家具嘛，原主人留下的家具。当然了，他给我们说归我们处理嘛，能用的就用，不能用的话就处理掉。这2天呢，我们把所有的房间的门打开，让它多通风，散味儿。这间是保持最好的一间房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进门呢是一个卫生间，还有一个热水器，这边还有一个洗手池。这边应该就客厅了吧，里面放了2张床，一张大的，一张小的，还有衣柜呀、桌子啊、椅子都在这放着呢，原主人留下的。里面还有一个卧室呢，被子这些都归我们处理了，随我们处理。还有电视机、电扇，还有墙皮，你看这墙皮脱落成什么样了？越往里它越潮，尤其是这个板子后面都是潮的。你看这些，哟，这里面是土啊，土墙啊，这都挡道的。这柜子后面全是掉皮。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曾记得我。我带来了临切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？注定是一场相这位就是我们的新成员小橘猫。这猫，耶，别慌，它刚来，还有些不适应呢。这个院子，这个猫是我家里面的大猫生的，它一共生了5个，我家留了一个最好的、最好看的猫。它才几个月，5个月。虎子过来，挠它，挠，没什么大愿望，没有什么事要干。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，它像眨眼的小太阳。乌云还挺大胆，云在头上吹不散。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，什么烦恼不能忘？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。那个风景都漂亮，揉揉疲惫的眼睛，静下来看一看，美好简单。你看小狗在叫，树叶会笑，风声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。只要一觉醒来，窗外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，不必想，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。今天用这2根木头给窗户做个雨搭，2根的是28元，1根14块，4米长。在网上买个雨搭呀，可能要好几十呢。今天用28元就搞定了。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，还在夜里看月亮。心情谱的再慢，也要留一扇天窗。岁月很长，你看小狗在叫，树叶会笑，风声在呢喃，
不如好好欣赏一秒，迷迷糊糊的浪漫。只要一觉醒来，床单洒满阳光的温暖。不去想，不必想，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。小罐嘛，我们归纳了一下，放到这边了，大多数是一些工具吧，啥都有，看一下，切割机啊、邮电锯啊、锤子、钉啊、螺丝刀啥都有。还有一半呢是一些垃圾，我们放到那边了。这边就收拾出来的垃圾了，好几大包，怎么丢都是问题啊，没有车子。先放到这儿吧。就腾这块地，里面的菜已经不行了，应该是空心菜了，全部都老了。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曾记得我。菜已经清理完了，棚子下面呢放了许多旧砖，准备把旧砖铺到这里面，这样子放家具就不会受潮了。开始干！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你等晴天跑来，我们把枣装门口摘。我记得除了朋友我，只是为了那几个铜钱。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。地面呢已经夯实了，砸了很多遍呀，砖也抱过来了，准备开始铺砖了。这样重复放力，却要重新开始。有着来时在，再次是一个相聚。地面呢已经铺好了，非常的棒啊！看一下，非常的平坦。这片空地呢，只是放一些旧家具和其他东西，空间呢还是非常足够的。现在开始搬旧家具。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敞亮多了，而且又干净？就天气不给力啊，这个雨啊说下就下了。还好我们的活呀干得差不多了，这边又清理出来这么多垃圾，这两天呢抽个时间把它给处理了。土房子清理的差不多了，等这2天材料到了之后啊，我们先改造这个土房子，试试手吧。这个冬天呢就在土房子里面过冬了。又遇到一个难题啊，这个是真的难呀。中午的时候上厕所，发现马桶堵了，刚我去捅了几次没捅开，心想不应该堵呀。后面呢我发现是粪化池满了，应该是这边长时间不住人，雨水把它给填满了。这可真地道，刚入住2天就迎来了一个大工程。为什么说是大工程？因为这个粪化池啊抽也抽不了，只能单了。等天气好了再搞吧。这个下雨天呀，我刚去看了一下都受不了，根本没法干。房子前面呢种了许多白菜啊，这2天连吃带移的给它清理一下，到时候改造土房子的话可能会碍事。后面呢这边也不会种菜了，可能要搭建一个平台，就是休息区，因为这边有棵树嘛，到时候可以乘凉。休息区上面呢到时候可以搭建一些狗窝呀、猫窝呀。看一下虎子玩回来了，刚给他洗的衣服呀搞得这么脏，他还撒欢呢。坐。虎子呢跟了我们也有3年之久了，年龄也不小了，也该找媳妇了。等这2天搜一下看哪里有狗市，给虎子去讨个媳妇。
讨个小媳妇，从小就养着，培养一下感情，未来也不容易打架。准备去睡觉了，这个炕居然冒烟了，被子已经全部都湿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能看得到不？哇，就感觉在蒸笼里面一样，这个烟冒的全部都湿了。哇！啊，不是火大了，是湿了，太湿了，特别的湿。你看那墙面都湿了。我觉得是这个土啊，长时间不烧炕太潮了，然后那个水蒸气就蒸上来了。跟你摸那个板，那个板，这个板子，你看，哇，你看这个板子湿成什么样子了，泥巴了变成，这边都湿了。这啥玩意儿？屎啊！现在是晚上的12点多，突然，太潮了，我们就加大火继续烧，然后就成这样了。太猛了，这炕太猛了，太猛了！这枕头完蛋了，这枕头烧成这样了，这好棉花呀！太猛了，这炕。都能做饭了，哦，没法睡了。昨晚冻死，今晚热死。的衣服味道很安静，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，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。这些竹片呢，如果不提前打孔会裂的。我给大家示范一个。看，直接就裂掉了。所以说要提前打好孔再放螺丝。这是最平凡的。这些差不多就够了，开始安装。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眼。钉上一块感觉还可以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现在全部钉上去，看一下效果。已经全部装上去了，看一下，还可以哦。现在装另一半了。时常收获很满意，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，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，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，已经完成80%了，效果立马就出来了。哥，拍一下，房顶，还有这个横梁，看一下，还有这边的插板也流出来了。
这边还没有铺呢，等一下给它铺上。平凡的雨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吗？这面墙呢也已经完工了，现在开始搞最难的，就是这个窗户了。这个窗户都搞了好久，这个窗户也是。开始，干！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，你也想要吗？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找到他。整个房间呢已经完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满分10分，能给几分？谁给的分高，给谁安排到这个房间住。无敌大火炕，谁睡谁舒服。房子的里里外外呢整的差不多了，大家觉得哪里还需要整改不？可以发表一下评论，给我们多提点建议。这是我们买的灯带，今天晚上把它给装上去，暖光色的。先插上去看一下，这个暖光色的灯带配着这个芦苇，就特别的好看了。今天晚上把它扣上去。明天呢，我们的玻璃就到了，到时候给它装上去，再做个雨搭。很多朋友都说我们这个房子改造的像寺庙风，其实我俩改造的就是个禅房。到时候呢，邀请大家过来可以打坐嘛，一人再配一个木鱼，可美了。今天呢还搞了一个抽水机，现在在抽这个小鱼塘里面的水，测试一下。这么小。明天呢就用这个抽水机开始抽粪了，单是不可能单的，要几十担呢。这些裂缝呢都是被虫子吃掉的，后面还要补一补呢。先从荷叶开始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在走我的。这边荷叶片上的螺丝呢都已经锈进去了，螺丝刀、电钻都拧不掉啊，现在只能把它给撬了。撬的时候小心一点，要不然把这个木头给撬烂了。哎，有效果。窗户上的玻璃呢，有的都裂掉了，我们拆的时候有可能会碎掉。这些都陈年老胶了，都干巴了，拿锤子一敲就掉了。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秋天到来，我们把枣装满口袋。我记得除了朋友，我还做过你的叔父，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只是为了那几个铜钱。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，后来真正我以为玻璃会很好拆，没想到这么难拆呀，可算拆完了。现在准备打磨了，打磨的话时间会更久一些。开始干吧。把这个口罩给戴上，戴2层。这个粉尘很大的。
看一下，已经磨好了，原木色，它原来的样子，怎么样？哼。窗户已经磨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跟新的一样。现在呢，就剩下2个框架了，让我哥来磨吧。窗户的框架呢也已经磨好了，看一下，有很多犄角旮旯呢是磨不到的，这个需要我们手工来搓。总的来说还是磨得挺干净的。中间这个横梁呢我们没磨，因为我们不要了，要把它给锯掉。这个窗户的横梁呢也给它锯掉，不要了。已经全部锯掉了，现在看起来就舒服多了。看一下我们2个身上战斗的痕迹，哇！刚好我们2个也好长时间没洗澡了，把这个窗户搞完之后，我们抽个时间去洗个澡。看这个地面都是红色的，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些窗户架子呢上漆，上木蜡油。这个是我们买的木蜡油，桃木色的，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第一遍呢我们就浅浅的抹一下，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。已经磨好一个了，大家对比一下，这个是打磨过的，这个是涂上木蜡油的，更好看了，获得新的生命了。我要的呢就是这种效果，可以看到木头的纹理，又可以换一个颜色，不像是之前的老油漆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能看到油漆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更好看吧。后面呢我们会再涂上一层那个清漆，就会更亮了，更好看了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太阳都已经落山了，看一下我们的窗户。没想到这2个窗户啊，干了一整个下午啊，开始拆，然后打磨，然后上漆，到现在已经晾干了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呢现在开始做饭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呢，今天晚上呢把这2个窗户呢也上一遍漆，那边还有一个窗户也把那边的窗户给打磨了，今天晚上把3个窗户全部搞定，这个先放到这儿晾着吧，明天装上去看效果。绝对很惊艳。地里面的西兰花呢都快长大了，都起这个花骨朵了。这边是蒜苗，薅点蒜苗，薅点白菜，做饭了。这边还有这么多蒜苗，这边还有一块腊肉呢，这个腊肉是当时去我外婆家的时候带回来的，今天弄了一块吃。蒜苗炒腊肉，
看一下现在这个身上的粉尘，把这衣服换一下，然后洗个脸，这个头就不洗了吧。然后做饭、吃饭，吃完饭继续干。这锅里面呢蒸的是鱼，然后再做一个炒鸡，这是半只鸡，然后一些土豆，这边是切好的腊肉，蒜苗炒腊肉，3个菜，3个都是硬菜。虎子，哦，虎子的鸡胸肉，虎子2个，猫咪1个。真脏啊你！去哪儿啦？怎么才回来？咋这么凶？先把这个鸡给炖了，哇，已经饿得不行了。鸡呢已经炖好了，现在把它盛出来炒肉啊，炒腊肉。哎呀妈呀，太好吃了！开饭了，蒜苗炒腊肉，这边还蒸了个鱼，这边是炖的鸡。哇，太丰富了！把虎子的鸡胸肉给煮了，尝一下这个鸡。哇，这个鸡肉特别烂。快来抱抱，快来抱抱，我们吃完饭之后呢，把这边的窗户呢也打磨一下。今天晚上把所有的窗户都涂上墨蜡油，明天的话就装窗户。玻璃的话我们就重新买吧，因为那些玻璃都已经碎掉了。把虎子的鸡胸肉呢切成丁，跟狗粮拌着。最近虎子挑食了，不怎么吃狗粮了。咪咪，虎子，过来，过来，吃饭喽，吃饭了。你一把，你一把，快过来吃，快过来吃。我们终于完工了，现在马上12点了，过来看一下我们的成果。这个效果啊，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，做出来呢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是刷了一遍又一遍，每一次刷完等它干了再刷一遍，最终成了这个颜色，特别的喜欢。看一下，哇，很漂亮。呵呵，现在只需要装玻璃就可以了。拿下来，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放在那儿，只是让大家看一下。不过特别的满意，今天一天下来呀，很有成就感呀。这个窗户啊，主要是做的也比较喜欢。玻璃装的话，效果会拉满，直接拉满。我们装那种就跟那个冰一样的那种花纹的那种玻璃，冰花一样。对，就跟冰花一样，肯定很漂亮。来，这边的窗户呢也弄好了，也是很满意呀。这边的颜色会浅一点，因为这边我们刷的比较少，我不想在这边刷的太厚了，因为这边不晒太阳，所以说就浅一点吧。同样是没有装荷叶。对，明天把荷叶装上去，我们新买的荷叶。
很棒，很赞。今天的改造满分10分的话，大家能打几分？弹幕打起来，嘿嘿，感谢大家打分哦。然后我俩等下量一下玻璃的尺寸就休息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云游兄弟改造山中小院。昨天呢花了30元买了一桶木蜡油，改造了3个窗户，窗户呢已经晾干装上去了，我们看一下效果。这3个窗户呢，我们是以最低的成本去改造的，改造出来的效果呢，其实已经很满意了。窗户的闭合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的丝滑。今天呢，我们改造房子的外围。这个房子呢，结构很特殊，墙面呢是由黄土夯起来的，房子的支撑点呢是由砖头垒起来的。这个黄土的墙面呢，我们就保留下来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的支撑点露出来的砖头呢，给修缮一下，然后改造一下。因为长时间的风吹雨淋呢，这些砖头呢都已经慢慢的粉掉了。我们呢就稍微的改造一下，规避一下风吹日晒吧。今天就用我哥买的杉树皮来装饰这个墙面，应该能挡一些风吹日晒。还有就是我哥买的杉树皮没买够啊，说等一下要把这上面的树皮削下来用。你可真能省啊！开始干吧。哒哒哒哒哒，我们就用气钉枪来加固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。我们2个商量了一下，把这个狗棚给拆了吧，要不然定不过来，太难看了。日落之前，斜阳融在小河里，过了黄昏时，唱着我很满意。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，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。OK， 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嘿，你还别说，真像那么回事。看一下这面墙，还行啊，还行还行。我们只是暂时的固定一下，等一下还要加固呢。这面墙。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。我们太小瞧这些木头了，根本扒不下来，扒了半天就扒出来这么一点儿，根本就不够啊。这个墙面还有这么一块呢，这也算是完成了98%了吧，剩下那么一点点，先放在那儿吧。这个树皮确实是弄不下来，太干了。这些树皮总共是花了不到100块钱。刚才我弟呢用螺丝又固定了一遍，这种长的螺丝，现在就是非常的坚固啊，这每个地方都是固定了的，它已经很结实了。这个墙面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满分10分能给几分？这面墙呢，原主人又重新上了一层水泥，非常的坚固啊。但这颜色我们不是特别喜欢，准备给它换个颜色，换成土黄色，跟那个土墙是一样的颜色。现在给墙面上施点水，等一下好上灰。
这边呢是我们买的涂料，黄土色的。这个涂料呢，我们只需要这一点点就够了，剩下的呢，就省着点用吧。这面墙呢。最后一小块了，抹完就完工了。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一片都已经干了。现在看起来呢，这个门就有点不搭了。我跟我哥磨的，胳膊都酸了。不知不觉太阳都落山了。我弟呢，现在把这个门框里面也涂抹一下。窗户这边呢，我们也抹过了。把这边呢也清扫一下，也刷一点涂料。最后一点涂料呢，也涂到这上面了，刚刚好。看一下今天的改造，天有点黑了，看起来就不是那么亮了。去哪里？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。虎子，过来，你去哪儿了？每到饭点你就过来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炖一个猪排骨，这是那个，这不是排骨吧？这是那个后腿骨，里面放点这个土豆、莲藕，然后再炒一个番茄炒蛋，这2个就可以了。我跟我哥在这里住的够的了，因为这里老鼠实在是太多了，那老鼠比猫还大。晚上还偷吃我零食。啥也不说了，抓紧把土房子改造好，搬进新房子住。这个房子的屋顶我们也要改造，只不过要放到最后了。房间里面呢，这个地坪已经干了，还有炕上的这个炕泥也已经干了。明天的话就是改房间里面。我现在在蒸米饭，等一下呢让我哥炒菜。等我们搬进这个土房子之后啊，就把做饭吃饭的问题给解决一下。亲手打造一个厨房，看那个评论区有朋友讲说让垒一个那个柴火灶办，肯定安排上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吃完饭洗个澡就休息了，然后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吃饭的视频就不拍了，抓紧吃完饭去洗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云游兄弟，后面的小院呢已经通风3天了，今天我们决定搬进去住了。这3天也一直都在下雨啊，我们2个有点遭不住了。冷的话倒无所谓，主要是太潮了。今天决定搬进这个土房里面了。这土房里面有炕，晚上就可以烧炕
取暖睡觉了。这个土房呢是2间房，单独一个炕都占了1间，特别的大呀，我感觉都能睡下10个人了。现在呢来到了屋子里面，屋子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原主人留下来的，这有2个音箱，还有一个沙发，一个麻将桌，还有2个椅子，这边还有一个桌子，这桌子里面呢许多瓶瓶罐罐，这边还有一个椅子、电视机、桌子，这些都是要全部搬出去的。这个炕太猛了，都烧个大窟窿。全部清理出来，今晚我们也搬进来住，把炕也烧起来，开始干。我带来了临帖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？注定是一则下雨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晴天好来，我把枣装满口袋。我记得我房间呢已经搬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麻将桌了。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空间已经变得很大了？把这些膜都给拆了，通一下风，房间里面太吵了。一拉就断。Good morning， 早上好。现在这里面变得已经很敞亮了，尤其是这个窗户一打开啊，空气都清新了好多。咪咪，小猫都先入住了。农村的自建房呢是只有使用权的，所以说这个房子呢是我们租下来的。这几天呢，我看到大家留下来了很多评论，今天呢就为大家解答一下关于这个房子的租期和租金吧。租期呢，我们是签了10年的租期，租金呢是每年交纳3000元，平摊下来每个月在250元左右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么大个院子，包括那边的菜地种的花椒树，地方呢还是特别大的。当时我来到这儿看了之后呢，就比较喜欢，然后了解一下这个租金呢，就更心动了，所以说就租下来了。我们2个呢也没有太多的资金去买一些新的家具去改造它。我看了这房间里面有很多老家具，都是实木的，那个品质特别好，只是说了有点破，有点旧。这个呢，实木的家具是有很大的翻新价值的，所以说我们2个会只买一些材料，然后把这些家具呢翻新一下，改造一下，这样呢也为我们的改造省下来一大笔资金。我觉得这个院子改造最费劲、最费资金的应该是墙面，还有屋顶，还有这个院子吧。像家具之类的，里面的家具是有很多的，足够我们翻新使用了。我们2个打算在2万元左右去改造这个院子，目前是这么规划的吧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回家改造，而是在这边租了个小院改造？不怕浪费吗？其实我觉得并不浪费啊，因为我们是租了10年，而且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偏僻的，我觉得10年、20年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动吧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可以长期留下来住下来的。10年之后、20年之后，我们2个都多大了？都40多了，所以说我还是把它当做第2个家来对待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。如果说我们的进度快一点的话，等到明年的夏天就可以接父母过来这里避暑。
带着他们也看一看山呀，看一看水，游玩一下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所以说这个房子呢，我们也会用心的去打造。我们两个就是花最少的资金改造最不一样的小院子吧。其实这个小院呢，目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改造，最近一直在做功课。大家也可以去评论一下，提一些建议。我们两个肯定会收纳大家的建议。这个小院呢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云小院。云小院的意思就是这个小院不单单是我们两个的，也可以是大家的。大家有什么提议，想改成什么样子，我们都可以去这么去执行去做的。已经脱胶了，我得把这些胶粘一下，看一下。粘一下，我们两个先将就着用着。像这些家具啊，到时候翻新的话还得买工具呢。等工具到了，我们两个再翻新。长这么大还第一次烧炕呢，这个炕一烧啊，里面肯定就不潮了。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我们后院还有很大一片空地呢，这里面还种了2棵柿子树，尝一个，别看它小，一定很好吃。真甜，真甜，真的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石头呢。后院的空间地方都是特别大的，这边还有围栏，围栏以内呢，我们都是可以改造的。这边也是竹子，过来上面看一下。这下面也是空地，到时候可以种一些花呀。想不到其他了，觉得可以改造一个后花园。大家呢有什么建议？看了一下后院，这火也灭个球了。吹一下，找个管子。咪咪，虎子去哪了？啊，咪咪，烟囱的通风系统呢正常，炕呢也已经热了，我们准备铺被子了。床呢已经铺好了，这4个被子呢是我老妈从家里面寄过来的，纯手工制作的棉被，一个都有8斤重呢。只不过前几天我俩在帐篷里面睡觉啊，这个棉被都受潮了，因为那几天一直在下雨嘛。今天正好放到这个炕上面烘干一下。我们的猫咪啊，随便撸很乖的，都不咬人，也不干啥。现在呢，睡觉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明天我跟我哥到镇子上买一些补给，就开始起锅烧油了。现在去村子上买2桶泡面，将就着吃一下，顺便找一下虎子。虎子自从来了这个地方啊，小伙伴可多了，天天来这边。虎哥，走，出去玩。他就跑出去了。虎子可喜欢这个地方了。虎子，回来，回来，去哪玩了？等着你拍视频呢，你是不是不想吃饭了？哎呀，疯了吧！虎子，虎子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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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